顶级的眼肉。这来炖土豆。哇，好好吃哦！这个来做水煮，过分了一点哦。好的，蒸牛排完全两个口感。这水煮肉是真的好吃哎！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到第二次和牛炖土豆了吧？这期节目结尾会有惊喜。看到戴手套，大家应该就要知道我们开始烤肉了。不戴个这种棉手套，再套个这个的话，很容易1、2、3接触到牛肉之后，牛肉就化到。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有骨气厨房，我是300哈。大家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们砧板上面这是2块哈，来自我们国家福建省产的黑牛。没错，福建黑牛它第2次又回来了。因为去年在介绍这款肉的时候，我记得当初有很多的小伙伴一讲到国产的这种所谓的和牛，大家都对它很没有信心，说它空有一身很好看的油花，然后就没有牛肉味。在去年呢，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肉铺证实过了这款和牛它不仅是外表非常的好看，其实自身呢也是带有很丰富的牛肉味。做中式的烹饪啊，煎炒炖煮样样合适的。所以我今天呢就拿了2块非常顶级的牛肉。准备呢来做几道中式菜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了，近端午这期节目结尾会有惊喜。拿一整块的牛肉，待会我们来做个三明治。我现在截取的是它眼肉的部分，大概就切成了2公分厚。哦，漂漂亮亮，顶级的眼肉。刚才忘了跟大家介绍了，这是为了迎接我们这么漂亮的肉，特意去买了一个360毫米的牛刀。眼肉盖的部分，眼肉心，我们想稍微给它稍微修整一下。只要经过我们简单的这样一个修缮。非常漂亮的一块眼肉心，这边是半化掉的，你看。这边我们准备把剩下的肉给它分离开一下，它这是一块眼肉跟上脑附近连接的一块肉，可以把整块肉分成上脑边跟上脑心。钝性分离，上下胶水。都是结缔组织跟筋膜连在一起，这是眼肉哈。这下面这是一块翼板肉，这拿来炖就很好吃了。这可不是都是肥油渣，给它切成肉丁。全部切成一块一块，拿去炖。有做和牛的人很多，但拿整块和牛拿去炖的人应该不多吧？就太爽太治愈了吧？这看着。这是一块很完整的眼肉，眼肉心、眼肉盖，我们再给它拆分开来。一整块的眼肉心，纯纯的眼肉心呢，这个来做水煮，过分了一点哦。
这是一块盐肉梅的部分，潮汕里面的牛肉里面的吊龙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块就是吊龙瓣，这块叫做吊龙。啊，这就是我们彻彻底底精修到后面的盐肉盖。我现在准备来切一下我们的牛肉。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逆纹去切。这一刀下来叫做顺纹，看到没有？这叫做顺纹。什么叫逆纹切呢？逆纹切就是这样子切的逆纹切。这些小肉我们不要浪费掉，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炖煮套餐。这是整片的盐肉，中间的这玩意儿，我那煮水煮肉片，应该没有人拿过这种和牛来煮，高等级的和牛煮水煮肉。我们来搞一整盘，待会就来炖土豆。现在准备来搞一下我们的牛肉炖土豆。好，不要下油哦。炖牛肉就是这样瘦的牛肉，用和牛才凶残的。然后每一面都煎得焦焦的。哇，这好的牛肉，你看，这是炒，像它其实已经全熟了，现在。对，但是别的如果炒出牛肉其实不可以，或者普通等级的那种古式牛肉也不行。我让它留点油下去，我炒土豆。对。油。加入我们的麻豆，土豆要炒一下，再炒得焦焦的，到炖起来它不会化。炒的土豆很累，湿湿的现在。已经整粒的蒜头拿出来，放下去。大那个蒜头，大。土豆炖牛肉嘛，爱怎么加怎么加。我这时候会喜欢加那种烤肉酱。这边都有烤肉酱啊，也不是我们家发明的这个。我觉得你牛肉很高级，你炖的时间就很短，简单的收汁一下，可能现在就可以吃了。你要的是把土豆焖到烂嘛，因为土豆跟它们炒过了，其实焖的也很快。有点半焦焦的感觉的时候，可以加水，水也不要太多加，加点毛豆在里面，因为大家会比较喜欢那种浓厚一点的颜色，有没有？也是可以加调味，它就是炖，只要你的牛肉够好吃，这碗东西一定是好料。你现在做的是几乎收汁，收汁过程中啊，牛肉味道也会扒进去，土豆也会入味。那炖的时候记得要改小火。肉类如果你用大火去炖它，它会很紧，会爆得很紧。边炖和牛的油又会出来，土豆就吸满了和牛的油。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种重口味了，我希望呢来煮一道清爽的汤来配这些的菜哦。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鸭子。今天呢摆在桌子上面的这是一只老番鸭。我们闽南的其实最传统意义上的鸭汤，一般都是用到的是老番鸭。那为什么它叫番鸭呢？一定要字面上意番，什么叫番？就是外来的意思。所以这个鸭子其实最早是产自于南美洲的哦，用这种叫雀鸭，所以它的脸哦跟我们普通鸭子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今天我们把这个鸭子呢，会先来料理一下哦，稍微分切一下。哦，真掉血。禽类这种东西也是一样，依照你看到没有？从骨轮的地方你看就很轻松的拿掉它。2个翅膀，希望我们吃到这个翅膀后，今天能够什么飞黄腾达。那你要给那个3、4吃啊，你不是可以自己吃有什么用？那个分金做五手啊。这么好那个。我现在准备来做我们的鸭汤哦，鸭子先简单的飞水一下。稍微滚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关掉。豆腐鸭太老了，皮很薄，看到没有？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鸭子简单的冲洗一下。这是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鸭子哦。煮的时候很简单的，我觉得闽南的老鸭灵魂就是姜，老姜。上去给它7个15分钟，不然它真的这肉烂不了啊。这个鸭子呢，我们在高压锅里面已经压了15分钟，透了没有？哦，透了，看到没有？哦，这鸭汤。这真棒！我现在看到砧板上面有很多小螃蟹哦，螃蟹怎么出现今天晚上菜单里面？因为我们要加到鸭汤。我们在闽南地区有一套很出名的汤品，叫做昂情炖黄鸭。因为最近我们没有去市场，所以就很简单，从外卖那边叫了几只螃蟹回来，然后我们发现这种都是那种东南亚那种蓝绿青蟹，可能味道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它土腥味相对重一点点。我觉得说啊，在我们南方地区啦，讲真心话，每一年的这种
传统的节日，可能除了春节、中秋下来，最浓重的一个日期就是端午。端午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我们南方挺重视这个节日的，仅次于中秋节。中秋节是团圆嘛，这种快乐的日子，就是我们会习惯来说会喜庆一点，吃的比较好料一些。在我们传统意义上，红鲟炖番鸭肯定用到就是怀孕的母鲟嘛，对不对？用在旁边掰，掰开哦。塞是不能吃的，对的中间。准备啊！这是我们的螃蟹。这个鲍鱼我们今天待会会拿来跟牛肉一起炖，所以高鱼烫下去。一下子就可以抠下来，薄薄的这边进去，一咬就起来，有用。牙齿可续可不续的牙齿不要去刷它这边哦，这都是鲜味的来源，真的不要去刷它，没有必要。大概5分钟，目前是非常浓稠了，表示看自然就知道。你看我为什么土豆不敢切太小颗，现在已经开始化了，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河牛真的不需要炖太久，我们要的是土豆入味而已，现在可关火。好了，又糯，爆汁又香。我咬下去是满嘴的，没有牛肉味吗？牛肉会吐水，不汁水，你知道吗？很多人说这个没牛肉味，真的是乱讲的。佳佳的马铃薯，太香了啊！但是看起来真的像乱炖，哪里有人拿烤肉这样炖肉的嘛？这个就保温住。哦，完了，我们忘记煮鲍鱼。这个鲍鱼我们今天待会会拿来跟牛肉去炖，所以呢，我们刚把鲍鱼收在冰箱里，忘记放它。你把牛肉这些东西全部捞出来。现在我们得加2勺。鲍鱼不容易熟的东西。给你们看看我们的鸭汤，这个肉你看做鸭我们是认真的，看到没有？哎呦呀！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加一点海鲜进去，其实炖的完全够了。这个时候再把肝下去，布拉，放我们的这个，甜点的盐下去，盖个盖子。呀，这是谁家的肉呀？怎么全部化冻了？雪花还这么漂亮呀！当然是印家肉铺的好肉啦！呀，才是盐。现在我们拿出厦门非常出名的吐司，我觉得这个吐司是基本上所有厦门人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厦门应该为数不多开24小时的面包店。来试一下我们自己的简易的特香包版本。我准备拿一块最屌的给高老师吧，你拿那里试看看这个。哇，太好吃了！这个要拿去烤就更好。特香包的特性太多了。哇，我讲不出来，它整个那牛肉的油哈，已经吸到那面包里面去了。哎呦，这个漂亮，你等下拿给他。真的是汁水爆出来。哦，还有打，这煎的很漂亮哦。嗯，那牛油完全吸在面包里面了。哇，这个酱好吃。是不是？这个牛肉真的屌。
还休息。把价格拿下来。好好吃啊，把太多汁了，真好吃。直接用手了，来啊！加尾巴。太好吃了。要不要烤啊？烤那边占用掉了。我，酥酥的面包真的好吃啊。锅子。来，不给你们吃了，观众不能。熟，好恶心，它还牵丝出来了。熟了啦。是时候准备我们的水煮肉肉了。稍微码一下这个牛肉的味道，抓一点点的盐，加入蛋清，嫩滑一下。现在准备继续开始我们的炼丹之旅，福建大火，那这样子炒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哎，对对，就是这样炒。我是辣王，不是热王。搞定我们的花椒之后，它挤出了它真正的东西。哇！我前几天看老饭骨做这道菜学的，他们就用手炒的，哎，香哦！真香。温度计，试它一下，证明它是有温度的。有了，16度了，16度了。再剪碎碎。热锅起油，我们下个生姜呢？放进去，再来一点，够，再来一点 ，OK， 然后再放少点来烧糖，放入我们的自来糕。加，哎，很香，有没有？水滚了，加点酱油下去吧。好，炒一下。好，煎一下。我看看的，都滚了。差不多 OK 了，你看，哦。现在撒入我们手炒的辣椒，这毕竟叫什么东西啊？福建什么？花椒。你真的像做披萨，你知道吗？哎，下次给你看。辣王的水煮和牛。哈哈，这是端午大餐啊！这个今天够力，今天这个真的是够力，绝对的好料，这个太包了，这个。等我一次。哎，今天有花生混合吗？真的有？肉多一点啊。真的吗？2个鲍鱼就好了。你看，哦，那这种炖过的和牛，哦，你吃过一次，你就知道它多凶残。给你们挑的啊，绿带点绿，带点绿。你们来点这个，哦，一定要给他们绿知道你们肯。定喜欢吃这个。哇，这太够力了。既然过节喽，肯定是来一个阿崩。本来它的汤是带黄色的，
这个酱骨这来一碗很轻。舒服。很好吃哎，我以为会很辣。哇，好好吃哦，超入味的。真的好吃，还有一点微微的辣，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你知道吗？这个也很好吃。炖的很入味，然后在嘴上一爆开，真的好吃哎！我觉得这个以为真好吃，这个肉会变得很软烂，不会，很有嚼劲。这水煮肉是真的好吃哎，太香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煮肉片，够香，好好吃，这是我吃过最贵的水煮肉片。根本停不下来。闽南的肉粽。吃肉粽，祝大朋友们高中。6月嘛，很多大朋友们即将迎来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祝大家高中。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肉粽。牛肉要配的这个肉粽，哇，太香了！它跟三层肉又有不一样的那种味道，更 Q 一点，但是那个牛油夹杂这个糯米啊、干贝、香菇的那种味道，哇，不一样的感觉。吃了这么多肉啊，来一口汤。又来了吧？上一次我们要开什么店？鸭店。这是我们准备让大家试一下闽南传统的粽子是什么味道的。这是我们真的去订了一批超级很闽南很 local 的肉粽。闽南的肉粽就是加了一点点的小海货哦，它会放一点点的干贝啊、虾米啊这样的。重点是满满3掌吧，我们肉粽还挺大块的，一个半半斤以上，250克加。哇，这3层肉，这是满满的料的粽子。然后肉是2大块，我这一块，这边一块，还有这个，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哇，还有干贝。这是我们小弄了几千个肉粽，然后准备来送给大家。上1个月在周年庆中，我们选的那个赠品真的是很不错。这是继续来送我们的肉粽哦。这个肉粽我必须讲，这个是我自己来闽南地区生活20多年来，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最适合我口味。那越来越多，粽子这种东西跟月饼一样，我觉得传统就是很好吃。这种肉粽就是很传统。收到牛肉以后，然后做成这样子，然后包粽子吃怎么样？它软软的，不是淡淡的，它是嫩嫩的。凉了以后，就润润的，变 Q 的。哎，这个如果是拿肉粽是那种牛肉的边角料，不要乱扔，就是这样收一大包，赶紧吃，给它炖一下。这个太爽了。大王，你不要装了，大王来，快点。你干嘛那么直接嘛？哇，太香了。哇，做的太好吃了。哇，谢谢。这个水煮和牛好好吃。真的吗？在满满的辣椒里面，哇呀哇呀哇！不辣，一点都不辣，真的，这个一点都不辣。真的不辣，很好吃哎！它跟牛排完全2个口感，还有 QQ 的那种，哎，舒服哎，有点贵，有点贵。就跟你拿红斑做水煮活鱼是一个道理的吧？它有股香味，对，还有我家汤很清，很鲜。里面好香，吸满了鸭汤啊，还有那个螃蟹的甜味。
是不是？刚刚吧。哇，这太赞了！还是牛肉好吃，先放在旁边吃点吃口牛肉。它带筋的吃起来是会很油，然后不带筋的吃起来是那种润润的。它这个是爆汁，你知道吗？它这个水煮牛肉是爆汁，它每一口下去，肥油哦会挤出来，它就跟汁水一样。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不想讲话，因为粽子真的好吃。因为我想说那个牛肉炖土豆真的很好吃。啊，对啊，你炖的牛肉，无论做咸口的也好，甜口的也好，它都很入味，都很好吃。我第一次吃你做的川菜，这算川菜吧？不是川菜，小辣菜。啊，就是食材好，做法挺简单的。我们把他们普通的牛肉换成了国内这顶级的这种和牛，体验肯定是不一样。你会吃到它的 juicy， 真的。我刚才之前跟大家讲，这牛肉它一定会散开，但是呢，你煮完之后，它就咻合起来了。紧接着就是你一直咬它后，就是各种 juicy 的感觉就出来了。我们发现这个做法真的很好。都可以做啊。里面的配菜一定要用炒的，我们去外面吃的都是焯水的青菜，吃起来口感就是烂烂的，然后软烂的。对。这包有点像你吃满了牛肉味主。要还是肉好吃。把这盘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盘和牛到底它有多肥？你看，你吃不出任何的肥腻感哦。实际上你看，就是这么肥的和牛，它油已经煮出来了，只不过油被土豆跟鲍鱼吸走掉。鲍鱼它本身是没有油脂的一个海鲜。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到第二次和牛炖土豆了吧？讲真，我也没有炖过这么高级的和牛。普通的安格斯牛啊，或者是 M56加的和牛是经常在炖。就有人说什么国产和牛不如什么 Australia 的，不如美国的，我觉得是很扯淡。这个这滚呢，就感觉哇，真的爽。在大家的认知中哦，以往大家通常拿到很高级的牛肉的时候，特别是这样一片片的牛排的时候呢，通常大家都会想说哦，它可以来煎牛排用。但是呢，我们的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又展示了几种很别样的所谓的高级牛肉的做法哦。所以下次大家如果吃腻了手中的牛排的时候，或者是又想玩个新花样的时候，不妨呢跟我们一样，因为尝试看中式的做法。我们印家肉铺这次又把我们的骄傲福建之冠国产的黑牛再一次搬上了我们的店铺，这一次也相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我们所谓的这福建之冠的国产黑牛。这家肉也惨，他们家所有的和牛都已经现在被宰杀完。我们这一次侥幸的分得了他们部分的库存嘛。当然了，靠近端午嘛，我们除了牛肉之外呢，当然也会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粽子。这是我们闽南很传统的一款肉粽。我们决定呢，这次的肉粽跟上次的鸭子一样哦，全部是拿来送给大家的。我们大概会在6月初吧，开一个端午节专属的抽奖大会。6月初记得来我们的频道哦，参加我们端午节的分粽大会吧。在端午节之前，只要你来肉铺购买我们这一款的福建黑牛哦，它是2片起售的哦，你买2片这个牛排，我们就送你2颗肉粽，还继续延续了去年的福利，第2份还是一样半价哦，粽子呢却不会少给你哦。4片的牛肉一样会搭配4颗的肉粽，相信小伙伴们呢1颗记录魂呢，真的你们吃过就知道我们粽子的好哦。那喜欢我们这期节目呢，一定记得给我们这期节目点个赞吧。那当然了，如果喜欢更一步的支持我们呢，你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印家肉铺哦。那为了庆祝端午节呢，我们的粽子一定管够哦。那节目的结尾呢，很简单喽，下标。